大家好呀，这里是旭日梦。这期还是每周挑战。在进入正片之前，依然是特别感谢赞助的观众老爷们，在大家的支持下，成本即将持平了。想要加入赞助名单小伙伴，记得看置顶评论。好了，广告结束，正片开始。本周挑战角色是伯爵威尔纳。别看此刻他仅是一个小伯爵，放在中国古代连县令可能都算不上啊！但是很快啊，这个家族即将诞生4位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，甚至还有一位教宗。这一期我们要做的就是魂穿897年，控制威尔纳从伯爵成为皇帝，重铸破碎的帝国。进入游戏一看啊，有4块伯爵领啊，其实能算公爵了啊，放在爱尔兰都能算国王啊，不难啊，不难。再来看威尔纳自己，天主教法兰克尼亚文化，属性71626啊，这个太拉胯了，完全没法评价呀，没有任何一项属性超过了平均值啊。在我接手之前呢，威尔纳的身份是顾家之人，一心在意这些儿女情长，一点做皇帝的样子都没有。切到财富重心，该广积粮了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如何缓称王。首先呢，鲁迅曾经说过一句话，我分身的分身不是我的分身啊，我领主的领主自然也不是我的领主。所以说篡位的话，只能是篡领主的公爵位置做公爵，那有什么意思，对吧？要篡的话，起码篡位做国王。先决条件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我得是国王的分臣。只需要一场独立战争啊，打赢之后呢，我就能从公爵的手下独立出去，成为国王的分臣了。之后篡位做国王，开疆拓土，走向人生巅峰，控制教廷，建立帝国，重铸罗马，统一欧洲，征服穆斯林，世界归于一教。好了，幻想时间结束，该回归现实了。现实就是国库只有120块钱啊，作为启动资金来说呢，有点我的手在干什么？选妃要花100块钱的呀，快停下啊，这是我们重铸罗马帝国的启动资金啊！刚才那个维尔纳复生了啊，刚刚穿越过来啊，这个宿体连接不太稳定。总之呢，维尔纳召唤了一个妻子啊，18岁，26的学识，禽手峨眉，被维尔纳召唤来做老婆，真是委屈你了。但是啊，作为我的老婆呢，很合适了。你禽手峨眉啊，我身体健康看来是这个维尔纳这个身体素质不太好啊，没有能够承受住召唤的反噬。但是没关系，之后不会再出现这种附身情况了。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找医生。打开医生界面，映入眼帘的第一人选就是叙比勒，威尔纳召唤来的老婆啊，那就让你来吧。但是咱们可说好了，你是威尔纳召唤来的啊，可不是我召唤来的，咱们做名义夫妻就可以了。在叙比勒的悉心照顾下，我很快就康复了。好了，接下来该征服世界了。我这手怎么开始勾引叙比勒了？又被宿主抢夺控制权了，这个维尔纳太坏了。再一睁眼啊，孩子都出生了，是个女儿，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，该用女儿联姻找盟友了。看了一圈啊，最好的选择是佣兵800多人的一个伯爵，反正也是订婚啊，不用深入了解，就这样吧。接下来为了发动独立战争，需要一定的民生威望，那么组织一场声势浩大的狩猎活动是最好选择了。这次目标呢，就选择野狼吧。我要狩猎一头大大的野狼啊，就像我复兴罗马的雄心壮志一样大。狩猎时，我和大部队走散了，发现了某个小屋啊。小屋的主人是个29岁、倾国倾城的女子啊。我们交谈甚欢，接下来就要做选择了，是跟她进屋，然后翻云覆雨，还是继续狩猎野狼呢？当然是狩猎了，对吧？我们有着伟大的目标啊。但是又被维尔纳抢控制权了啊，惭愧啊，惭愧！现在妹子想要15块钱啊，然后成为情人加入宫廷。那和你睡觉的是威尔纳，对吧？又不是我徐仁梦，你要钱去找威尔纳呀？你找我做什么？跑路了！狩猎结束，理所应当的失败了。都怪威尔纳，要是不是那个教，肯定能成功啊！虽然但是威望还是勉强够了，501的威望，刚好可以花500的威望打独立战争，宣战啊，然后邀请盟友来帮忙。说来呢，这还是第一次打仗呢，稳妥一些吧，等盟友来再说。但是儿子出生啊，你问我儿子哪来的？无可奉告。凭借工程器械的优势，我们的军队攻下了领主大片领土，现在是决战时刻了。地点就定在了霍肯海姆的平原上。虽然敌军质量更高，并且敌人将领也更优秀，但是好在盟友轻骑兵凭借得天独厚的兵种优势逆转了战局，最终呢以46比31的战损血战惨胜。经此一战，虽说感官上并无变化，税收甚至还少了4毛钱，但是我可是国王的直属分成了，广阔天地任我闯荡。先派使者去找国王路德维希2世更改契约。亲爱的国王，现天下四分，局势动荡。今日吃鱼，鱼腹中有一纸张，上书兵强马壮者为加洛林皇帝。我愿更改契约，奉强军2马与之啊！国王非常感动啊，给予了我们内阁保证权，赐内阁行走啊。那我就觉得吧，
等国王兵强马壮了，那么兵马自然需要更多的俸禄粮草嘛。我就选户部尚书吧，广计量当然了，是为了国王嘛。为了路德维希国王吗？当然不是了，是为了我能当国王。再加上国王的居所就紧贴着我的领地，届时一起兵，大军急行，片刻生擒活拿他。为王子卡尔曼深锁东法兰克王国战争国王的长子起兵反叛了，他的领地是巴伐利亚公国距离我远的离谱。他要是当国王，那我起兵就麻烦了呀。那我其实是忠诚来着我一直都是忠诚来着。请求加入战争，帮国王打长子平叛。战乱一段时间后，异端爆发于诺德高公国，紧接着国王的三子卡尔就宣布改信这个邪教了。我还在想自己该怎么描述的时候，鼠标一扫原来国王的3个儿子全都改信了这个清洁派呢是天主教的敌对信仰来着，那这个王国眼看就要完了呀。不能再拖了，宣称国王权位。同谋这里，国王三子卡尔表示愿意全力支持我做国王，也能理解毕竟的话他是三子，本来继承也轮不到他。另一个同谋就是我的名义妻子叙比勒了，增加计谋隐秘度的诱饵，那非诺德高公爵莫属了。作为王国境内第一个挑头改信信节派的公爵，他只需要继续造势就能为我们吸引很多注意。既然私下都已经形成了隐秘盟约了，帮国王打仗也不需要卖力气了，但是也不能解散军队这样太假了我派妻子去找王子达成了协议，就在梅根特海姆这里。敌军一来，我们的军队就顺势解散就像被全歼了一样计划进行得很完美，一切看起来都很真实。接下来就等权位宣称到手了。但是又过去几个月，国王这边的话已经完全没有钱了，他找到了我说这个本地有家石匠工坊，希望我作为王国的财政总管批一笔资金投资赚钱，用以维系战事进行。我觉得不行国王你个想法很危险你看这边是我的钱，另一边是国库的钱，你这么一混分不出来是谁的钱了，我正在研究怎么区分呢，所以没办法支持你好，公元875年，我和同盟们认为这个时机成熟了，是时候了，宣称权位。好，随便路德维希怎么抱怨，他什么都改变不了了。我得到了东法兰克王国的强宣称，接下来只需要等他的长子叛乱战争结束，我就可以死了，死于自我鞭挞God wills， 这不是纯上帝旨意吗？天时地利人和，对吧？一样都不缺，东风自来呀。然后用我的2个儿子和2个女儿通过联姻缔结同盟可以准备宣称战争了。这时候可能就有观众老要问了，老徐老徐，不是名义夫妻吗？哪来这么多孩子我说这维尔纳抢控制权了，你信吗？直接宣战吧，不攒威望了，杀！盟友很快就到齐了，攻城战地速度如迅雷如潮水，而御驾亲征的国王军队被一战全歼，国王被生擒活拿。新的时代开始，东法兰克王国更名为德意志王国，而我将作为德意志王国的铁腕国王建立帝国。接下来是称帝环节，要称帝自然得有人才，古有刘玄德三顾茅庐请孔明，今有我开5星酒店纳钱欢迎。首先要有一个旅队主管，这里的话有11位候选那就都邀请来面试吧。称职度上来看呢，大家都是极佳，那我们只能按需选择了，对吧？就第1位好了，这位加速度最多安全性可以牺牲，毕竟开局已经过去10年了，对吧？今年46岁了，重心切到神学，准备教改没错，这局呢我们要教改加分离文化，好久不用这一套了，得再整一次，免得记忆生疏。朝圣呢还是发生不少事情的比如途经伦巴第山脉这里呢，妻子坠入悬崖丧生了，我太难过了，简直是悲痛欲绝选妃快选！科蒂尔达18岁，倾国倾城，敏锐和精敏，太棒了，当场结婚。怎么死了？这是前妻至死不渝，音容犹在。朝圣的第4年，解体战争打赢了，甚至军队都没集结，直接让盟友打的。头衔拨了不少下来，又过了几个月，盟友传来消息，自由权战争也打赢了这下评分真的 3.0 躺赢狗了。884年朝圣结束，该整顿一下了，先发动几场小战争，然后把盟友都拉过来，之后再发动大型内战。3年时间，所有有罪之人土地都收回来了。接下来教改，领袖制度换一个反真相，宗教态度选基要主义，再改一个允许离婚，其他的就不改了。前身的话得省点用，名字的话就朴素一点好了，基要反真相派。再来看一看分离文化，城堡守护者换以剑之名，精明外交家换宗教赞助，一个可以无限资助王国圣战，另一个可以建造神殿，给予大量虔诚，一共需要花费13500的威望现在我有400，那应该问题不大。看了圈
名声显著的阿尔平家族有一位适婚人选，36岁的迈尔米勒很合适。首先呢，因为我们开设了5星级酒店啊，可以邀请他来宫廷，那就先来吧，来再说。来了之后发现没法和他结婚啊，因为他呢和克莱德河谷的一小男孩订婚了。订婚那就没事啊，我们可以作为领主要求廷臣4位婚约，然后和我结婚。因为是名声显著的宗族啊，所以说结婚一次600威望，离婚一次消耗100前程，所以呢我们可以无限的结婚离婚，拿前程换威望。结婚了22次，获得了13200的威望，可以分地文化了，新德意志文化。好了，万事俱备，可以准备战斗爽了。邀请所有愿意效忠的将军来到宫廷中，我们要发动战争了啊！但是呢，钱不太够，所以再邀请所有的豪绅来啊，谈一谈投资我们既要反正向派的这个宗教事务。好了，一共就是这9位了。但是呢，地址写错了，这本来是5星酒店豪华套房来着，对吧？结果写成了德意志王国地牢。算了，不怪你们走错路，我们就在这里谈好了。西门豪绅贡献147枚金币。贝亚特里克斯小姐贡献117枚金币，阿诺尔德豪绅贡献108枚金币，胡博尔德豪绅贡献139枚金币，巴尔杜尔马豪绅贡献136枚金币，维斯拉夫豪绅贡献100枚金币，乌达尔里希豪绅贡献159枚金币，大卫豪绅贡献180枚金币，西门冯克林根贝格豪绅贡献……你怎么没钱啊？你没有钱，你根本没有资格来参加这个会啊！哎，等一下啊，你是清洁派的信徒啊？那处决的话可以获得25前程啊。西门冯克林格贝格豪绅贡献25前程，一共收到了1086枚金币的账款，还有25前程的特殊贡献。接着是发出最后通牒，要求所有的直属以及非直属的分城改姓，还有这些廷臣啊，你也得改姓，这是你们最后机会了。好，看来都不愿意改啊，那就别怪我了。杀！888年，德意志王国的宗教内战正式打响。这场声势浩大的宗教战争活动持续了11年，直到899年才正式落下帷幕。现如今的德意志王国已经是机要反丞相王国了。为了能够全天下都明白我们才是正路啊，除了5星级酒店之外，高档时装也免费供应，还有山珍海味以及无尽仆从。流淌着奶与蜜的德意志王国才是归宿。很快就到了900年了，是时候对外发动战争了。第一轮就选洛塔林基亚好了，同时发动对上洛塔林基亚和下洛塔林基亚的圣战。打了4年时间，成功将这2个公国并入了我们大德意志的版图。下一场继续西进，对阿基坦王国发动王国极大圣战，目标是他们非法持有的洛塔林基亚王国领土。阿基坦王国确实有点实力，但是也这么回事儿啊！几次交锋之后，敌军四散而逃，很快宣布了胜利。这是德意志王国建国以来第一次大规模圣战。紧接着向弗里西亚王国宣战，第2次王国圣战。弗里西亚的比较小，所以2年就拿下了，稍微平了一下叛。接下来是巴伐利亚这些碎地。914年赢得巴伐利亚和罗滕堡伯国的圣战，915年赢得弗隆滕豪森伯国和帕绍伯国的圣战，916年赢得林茨伯国圣战，917年赢得奥地利公国圣战。现在距离成立帝国就差7块国建领了，选择呢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巴伐利亚国王。他们的血脉来自前任东法兰克国王，这场也算是除绝后患了。宣战仅用了7个月时间，在战场上活捉了国王。我们赢得了巴伐利亚王国圣战，稍微休整了一下，是时候称帝了，重建神圣罗马帝国。查理曼的传承将得到延续，从奥古斯都到查理曼再到我，成就这就解锁了。但是不是因为我啊，是之前就解锁了。至于另一个要求最高虔诚等级的成就啊，早就已经满足条件达成了。好了，这就是这期的每周挑战了。喜欢的话请务必参加关注，另外可以看看爱发电的赞助方案。这里是西人梦，下期再见。